说起太阳神，大家的第一反应一定是希腊神话中宙斯之子的阿波罗。然而真相往往是出乎预料的。希腊神话真正的太阳神另有其人，不仅太阳神的名号不是阿波罗的，就连太阳战车都不是他的。由于在游戏、动漫和戏剧中，阿波罗在作品普遍扮演的角色都是太阳神，导致现代人往往产生了希腊神话的太阳神相当于阿波罗这种认知。先说到阿波罗的神职，阿波罗的主职则是预言之神、光明之神，他被视为司掌文艺之神，主管光明、太阳、医药、畜牧、音乐等，是人类的保护神、光明之神、预言之神、迁徙和航海者的保护神、医神以及消灾弥难之神。作为光明之神，他的别名是福波斯，光明之翼，而阿波罗 Apollo 的含义即是非多众的，也就是唯一的。他出生的提洛岛也是光明的意思。真正的太阳神有且只有一个，赫利俄斯。赫利俄斯是希腊神话中真正意义上的太阳神，而阿波罗是在古希腊晚期才有太阳神属性的。说到赫利俄斯的出身，他是天空之神乌拉诺斯所属的12泰坦神，许珀里翁与忒亚的儿子，月女神塞勒涅和黎明女神厄俄斯的兄弟。传说他每日乘着4匹火马所拉的日辇在天空中驰骋，从东至西，晨出晚没，令光明普照世界。关于赫利俄斯的名字，他的名字本意中极有发光的、辐射的、明亮的意思。后世人们对阿波罗和赫利俄斯的混淆，这里有2种说法，这2种说法都是出自于希腊戏剧。由于后人对阿波罗和赫利俄斯的关系而产生了不少误会，所以非要编出一些故事来衔接。例如赫利俄斯下台，阿波罗即位什么的，但这些只是戏剧剧情，所以绝非正统的希腊神话。第一种误会说法是熊孩子闯出来的祸事，导致太阳神赫利俄斯的失职。这是熊孩子就是太阳神赫利俄斯的儿子法厄同。由于别人不相信他是太阳神之子，为了证明自己，这个熊孩子事先要求父亲答应他的请求。赫利俄斯事先夸下海口，要满足儿子的一切愿望。为此，赫利俄斯向冥河立下重誓会答应儿子的任何请求。在他提出要求驾驶父亲的日辇1天后，赫利俄斯百般劝解，说起无法控制日辇，也无法说服法厄同，无奈只能同意。后来法厄同确实没有能力驾驭这辆辉煌的战车，也无法控制狂奔的火马。在他驾日辇而去时，日辇升得太高，大地骤然变冷，而日辇急速下降，则导致清泉枯竭，河流被烧浅。盖亚更是叫苦不断，向宙斯诉苦。最后宙斯不得不亲自动手，用霹雳把法厄同击死，其尸体落入厄里达诺斯河。作为一名父亲和太阳神，赫利俄斯确实是需要对此负责，因此神王宙斯就将驾驭太阳战车的权力交给了阿波罗。另一种误会说法是权力阶级的替代。在古希腊神话中，大概有2大神族，分为新旧神谱。旧神是以克洛诺斯为王的泰坦神族，新神是以宙斯为王的奥林匹斯神族。在希腊神话中，世界形成之初，大地女神盖亚和天空之神乌拉诺斯结合，生下了12位泰坦神、3位独木神和3位百臂神。可能乌拉诺斯嫌弃百臂和独眼太难看，需要回炉重造，就把他们硬塞回，并束缚在盖亚体内。盖亚十分痛苦，于是教唆孩子们反抗父亲。随后在盖亚的帮助下，克洛诺斯手持镰刀朝着乌拉诺斯的作案工具下手，最后成功暗算他的父亲，成为第2任神王。乌拉诺斯诅咒克洛诺斯，你也会像我一样被自己的孩子推翻。因父亲临死前的诅咒始终在他耳边回响，为了避免这诅咒，
克洛诺斯做出了一个残忍的决定，把生下来的孩子全吃掉。无可更改的命运仍旧使克洛诺斯被他的儿子宙斯推翻了。经过一番大战，以宙斯为首的奥林匹斯神族成功替代了克洛诺斯为首的泰坦神族。最终，奥林匹斯神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战败的泰坦则被投入塔尔塔罗斯，而奥林匹斯神族获得统治权，完成交替泰坦神的统治权。当奥林匹斯诸神战胜泰坦后，宙斯开始封分诸神，阿波罗乘机要求由他来驾驭太阳战车，而当时宙斯答应了太阳神赫利俄斯保留神职。事后虽然太阳神是赫利俄斯，但是却是由阿波罗驾驭着太阳战车。当然，这里还是要再次澄清，由始至终，阿波罗本人其实从未有幸在古希腊诗人的笔下驾驶太阳车。换句话说，太阳车始终是赫利俄斯的专利，而且赫利俄斯和阿波罗是两个不同的神。赫利俄斯是作为泰坦神，而阿波罗是奥林波斯神，但同属奥林波斯神系。再有，世界7大奇迹之一的太阳神神像，罗德岛的太阳神巨像的卡拉萨萨罗斯，供奉的太阳神是希腊神话最正统的太阳神赫利俄斯，并不是阿波罗。在前280年竣工，建设过程共13年。历史上罗德岛曾经被许多势力范围统治过。经过艰苦的战争，罗德岛人击败了侵略者。巨像正是为了纪念岛民成功保卫家园而建。他们使用敌人遗弃的青铜兵器修建一座雕像，描绘的是岛在当时信奉的主要神祇赫利俄斯高举火炬指引人民的形象。像高107英尺，约30米，以大理石建成，再以青铜包裹，以后更被用作灯塔，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雕像，后被世人评为世界7大奇观之一。传说中雕像手举用作灯塔的火炬，两腿分开站在港口上，过往船只在雕像腿间穿行，非常壮观。可惜的是，罗德岛巨像作为一大奇观只存在了短短56年。公元前226年的大地震把这幢伟大巨像推倒，脆弱的膝盖成为了巨像的致命伤，巨像从此倒在罗德港附近的岸边。公元654年，罗德岛被阿拉伯人入侵，入侵者更把遗迹运往叙利亚，以不菲的价格卖给了一位商人。据史料记载，商人用880头骆驼将巨像残骸运走，其后便不知去向。故而可以确定的是，在古希腊神话中，太阳神的确是赫利俄斯，而在神谱里面，太阳神指的是赫利俄斯，是最正统的太阳神。而阿波罗是因为非希腊作家写了诸如在泰坦之战的剧本，加上后来众多文学作品的渲染，才经常就被误认为也是太阳神。当然，这是后世的改编，并不是古希腊人所著，不能算是希腊神话。总之，赫利俄斯在古希腊神话中，太阳神的地位还是很稳固的。虽然名气不如阿波罗，但也不至于被阿波罗完全取代。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有什么想讨论的，欢迎留言下来。最后，别忘记点赞和关注。